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让我先去发一个推。静静的期待啊，这是从下午4点就开始。你是叫静静吗？这个眼镜换一只。早晨起来7点开始了一场直播，很遗憾是没有这个什么啊，没有成功啊，就是重型助推器回收成功了，夹住了，但是上面这节呢又放了烟花了啊。这个老范，请问一下，GPT 开了会员之后，感觉普通问题它回的很慢，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没开会员的时候差不多秒回，不应该，你是不是挂了那个 Deep Research 了？Deep Research 确实会慢很多啊，这个否则的话应该都是挺快的，或者是可能你最近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看了有人分享出来的 Manus 的申请输出结果，对比了一下 OpenAI Deep Research，还是有些费解，因为直觉上觉得 Manus 输出质量不高，但是觉得 Manus 这种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毕竟 Deep Research 只是出报告，是个缺少绘图做表格能力的，不知道范老师觉得这种 Manus 由大模型厂商来做会不会更棒？这个实际上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搞法是什么呢？叫模型级产品，对吧？就是模型就是产品本身。那么像 Manus 这样的，就是它只有产品没有模型的公司，到底能不能活下去？现在大家其实都很困扰啊。来了啊，是选了 M3 mini 或者 M3 High 模型了。是的，我估计它可能是选了一些比较慢的模型。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故事。其实本来我不想讲这个故事啊，但是看了最近的消息，好像就这一个事儿了。那不讲也得讲了，那就是它吧，怎么办呢？好，我们今天就一个事情啊，就是讲一下这个 Manus 是不是又一个 DeepSeek 瞬间到来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突然刷屏的 Manus 这个词，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它的来源呢是个拉丁语单词啊，是手的意思啊，同时呢还有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手工啊，然后这个操作 maintenance，然后 menu 啊，这个菜单都是从这个词里边演化出来的。现在呢，等于华为造汽车就全都是《山海经》啊，这个做 AI 产品全是拉丁语单词，好厉害的样子，对不对？现在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从昨天开始，这个突然就变得一马难求了。我应该是在昨天看到谁呢？王树毅发了一条啊，这是那个天津师范大学的那个老师，他发了一条说：“哎呀，得到那个测试码了，怎么着了？”我当时都没想说这啥玩意儿，也没惦记这个事儿，因为呢，他们那个 Monica 我也没怎么用过，这个 Monica 这个产品，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太奇怪了一点。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讲。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在说这个事情啊，说哦这是个什么？后来到昨天晚上了，突然就开始传出来说，哎呀，这个东西已经在闲鱼上炒到好几万了啊，又一个这个国运级产品出来了，这个中国人再次震惊了世界啊，说老美又怎么样了，这个全世界又如何如何了。哎，我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在今天再一看，这个各种新闻媒体刷屏了，我是到开播之前犹豫再三，说算了，还是去申请一次吧，对吧？这个咱们虽然没用过，但是好歹也算申请过了啊，还是加在这个等待列表里去的。就本来我是连申请都懒得申请的一个产品，对吧？这个团队呢也出来求饶啊，说这个有人在攻击和破解他们的网站和服务器，
这个很正常嘛，你一旦做得好了以后，大家总要上来看一看，对吧？像 DeepSeek 最近也才是逐渐的号称要恢复正常，但是我去试了一下啊，依然是这个问3个问题，然后就停下来那么一个状态，对吧？那么现在团队说啊，这个不行了，玩不下去了啊，而且呢，说几万块钱在闲鱼上买这个邀请码这事儿呢，啊，他们也出来澄清说，我们从来没收过任何钱啊，这个您千万小心，别上当受骗，上当受骗了也别上我这儿来找来啊，这个我这儿没收得过钱啊，这个都是出来了。那么 AI agent 是不是真的就要爆发了呢？因为咱们从去年就开始讲啊，说2025年就是 AI agent 的一年，对吧？那么突然到3月份就放出了一个王炸性的产品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行？首先呢，不要太兴奋啊，这个东西呢，在国内是使不了的啊，你必须到国外去使去。为什么？因为底层是 GPT 和这个 Cloud 3.5、3.7这样的模型，这些模型在中国是没有经过安全审查的，不能落地，对吧？而且人家这些模型上也是明确的告诉你说，我不愿意在中国地区为你服务啊，万一我给你服务了，你拿去维稳了，或者做了点别的事情啊，这个事儿我们也担不起这责任，对吧？所以啊，这个 Manos 这个产品在中国不能用的，他们家的 Monica 点 IM 在国内也是不能用的啊，就是他们纯是一个出海的服务商，而且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服务商，就是他们的整个的产品在海外没有多少用户。那么 Manos 到底是干嘛的，或者你到底能干嘛呢？这个现在能够出来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官方放出来这些视频啊，筛简历啊，做房地产的评估啊，旅游的规划呀，全都是这样的东西。因为拿到邀请码的人不多，就算是拿到邀请码的人这个可能也还是要给一些面子啊。这个，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自己上去了，觉得一点都不好使啊，这个问的所有问题都翻车了，也是有的，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吧。那么 Manus 最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自己规划任务啊，因为原来我们都是靠这个像流程图一样去自己画，说我们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每一步怎么做，对吧？现在说不用了啊，这个他自己来规划，你问他一个问题以后，他自己做计划，说，哎，我要先查哪些资料，再查哪个网站，然后再怎么把它们拼在一起，甚至上哪个网站再看一看，对吧？他现在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可以自动的执行啊，就是上来以后给你一个计划，自动执行完了以后，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浏览网页，自己生成代码，自己执行啊，生成一点 Python 代码，自己去把它跑出来。然后呢，给出这个最终的结论呢，实际上像一份大报告似的。这个而且很多人看到这份报告以后觉得，哎呀，这个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吧？甚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怎么还要给我画图表啊，画表格？这个画表格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这个千万不要被这玩意儿骗了，对吧？像我们写 Markdown 格式啊，或者写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在计算机里边写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画出图表来的，这个事儿是非常简单的，对吧？这个你让ChatGPT，你说你给我画个表格，它也能画出来，但是你让它给你画图表，肯定是画不了的啊。这个一般还是要去调用一些特殊的语言功能才可以画出来啊，ChatGPT 它没做这事儿那么现在这个Manus 通通都干了啊，非常多的人一看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简直是如虎添翼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研究者了，对吧？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研究员呀、这些写报告的人全干掉啊，我就自己可以干了这个也是很多人觉得很兴奋的地方，而且说，哎，这是不是 AGI 就终于是看到曙光了啊？这个东西就是未来了啊！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下一个国运级产品 DeepSeek 的这个辉煌再次上演了。那么是不是值得这么兴奋呢？又一次国运级的创新诞生了吗？这个我觉得一个不能在中国使用的服务，距离国运就还稍微有一点点遥远。你 DeepSeek 再怎么说，咱们全国上下都在部署，对吧？所有的大厂全都部署了，这个你有什么可这个比较的呢？对吧？你一个完全无法在中国落地、无法在中国合法落地的产品，对吧？那么中国人在这儿呼哧呼哧在这儿炒作，哎呀，觉得好厉害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个事情啊。这个而且 DeepSeek 本身
在代码生成方面其实差的也还比较远啊，其他大模型是这个完全没法在国内使了。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就是 Manus 这种产品，它是不可能靠 DeepSeek 大模型就在国内部署起来的，它必须要有 Cloud，必须要有 ChatGPT 才可以完整的跑起来。如果 DeepSeek 就可以带着它自己整个跑起来的话，它就可以在国内上线了，对吧？但是它不行。那为什么我说 DeepSeek 在代码生成方面差得非常远呢？因为我昨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尝试用 DeepSeek 去写程序，那叫费劲，比 Cloud 3.5，包括这个3.7，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是差的太老远了。那么 Manus 跟 DeepSeek 比起来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DeepSeek 让国内所有的大厂都跟着走啊，Manus 国内大厂呢有可能会抄它啊，但是呢，这个也不一定每家都会去抄一遍，因为现在这个方向呢，大家也还在观望之中，它不像是 DeepSeek 这样，彻底把国内所有的这个大厂全给翻了一遍，BAT 啊，然后字节，所有跟云计算相关的，然后包括所有运营商全都装 DeepSeek 去了，对吧？这个 Manus 离着非常非常远啊。然后 DeepSeek 已经改变了全球的 AI 格局，还带崩了英伟达的股票啊，这一点上 Manus 就更加没有比较了啊。那么 DeepSeek 自己服务半停摆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叫风叫雨。那 Manus 呢，只能算是一个标记性的时间点。它出来了以后说，哦，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形态，而且大家还挺喜欢，可以自我规划的 AI agent 可能就能够用了啊。那么国内的这些大厂，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厂，系统集成商们，应该就可以去冲一波了啊。这个就是 Manus 现在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 Manus 现在也说呢，说我们要开源啊，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稍微值得期待一下。官方表示啊，这个未来会开源一些东西，只是现在还没有。现在呢，大家最希望它开源的是它推理和规划的这个小模型，希望它把这玩意儿开了啊。这个但是人家具体什么时候开，开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那么讲这么热闹，这东西到底咋实现的？是不是一套壳产品呢？对吧？只要是中国人做的，大家都要问一下，对吧？啊，人家呢上来也承认了啊，说我们就是套壳的，没什么好说的。什么叫套壳呢？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大模型啊，大模型用的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3.5、3.7啊，OpenAI 的 GPT，然后以及 DeepSeek，它是没有自己可以拿出来展示的大模型的，对，使用的都是公开模型，所以呢，可以算是一个套壳产品，甚至还讲了说，我们把套壳做到极致就如何如何啊，但是呢，它这个离极致其实还稍微有一点点远。那么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候 Manus 这种产品出来了呢？其实，这种可以有自我规划能力的，这个 GPT 其实早就有，最早有一个产品叫 Auto GPT，大概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人拿出来了，但是一晃眼就不见了。现在呢是 Cloud 3.7啊，ChatGPT，特别是 DeepSeek R1这样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型已经变得很强了，而且像 DeepSeek R1这样的产品，如果你自己部署的话，你的成本是可控的，对吧？像 Cloud 3.7这样的产品，其实并没有那么贵啊，就是你整个让它跑起来还是可以去承担的。原来这个Auto GPT 的时候，当时大家跑的都是 GPT 3.5，我忘了是 GPT 3.5还是 GPT 4了，当时在跑，奇贵无比，所以一会儿那钱就哗啦哗啦就不见了啊，所以没做起来。现在呢，就是有可能能做出来。那么进行自我规划之后，能够可控的输出结果，这个是现在这些大模型已经可以达到的这个能力了。其实现在用一些这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模型进行规划和微调的话，还是很方便的，对吧？这个我今天还试了一个东西啊，就是阿里新出的 QWQ32B 的这个推理模型，据说它这个32B 的模型呢是要比这个 DeepSeek R1 671B 的模型效果还好。我上去试了试啊，确实挺好用的，但是要想达到 DeepSeek R1那个还是要稍微差那么一点。虽然是在跑分上确实是跑赢了 DeepSeek R1啊，但是这个你个人使用体验跟跑分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讲回来啊，这个 Manus 呢，应该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规划模型啊，这个它呢
构建一个规则的知识库，就是我要做什么什么事儿，大概有几种方法，我做另外一件事儿大概有几种方法，然后呢，输入指令进行规划。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这个旅游攻略啊，我现在要去查简历，我现在要去做这个其他什么事情，它等于是把这些命令输入进来以后啊，它就给你规划了。规划出来以后呢，给你做了一个叫 to do 点 md 的文件to do 嘛，就是马上要做的事情，md 呢实际上是 markdown 啊，这个 markdown 是程序员经常使用的一种文本工具，就是它是在文本里边直接写一些符号就可以代替排版。像我们在 Word 里要排版的话，你要先写好文字，然后选中了以后说，哎，这个我们是用几号字啊？这个前头要不要写这个点儿啊？或者有没有这个编号啊？它是这么来做的。Markdown 等于完全是在文字里边去写，就程序员都是这么干。这个当他做完规划以后呢，这再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个解释器，把这个 Markdown 里头一条一条的一步一步去完成他是这样去工作的。然后里头呢还有一大堆小工具。什么叫工具？比如解压这个筛简历的时候，就是给了一个压缩包给他，那你把它解开对吧？然后呢，有一些文档解析，甭管是 PDF 文件、Word 文件你都解析出来。然后还要做网页解析那为什么网页解析要单独讲一下？咱们打开网站看一看，那上面什么弹窗了、广告了，一大堆东西，对吧？你要把真正有用的东西扒出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网页解析是专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自己还带浏览器，它可以自动的去浏览网页这个其实有点像今年1月份 OpenAI 发的那个产品叫 Operator，对吧？当然 Operator 发完了以后，好像只有$200以上的用户可以用，这个像我这种$20的用户还用不了这个有点像这个。然后还有一些 API，你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这个重新生成 PDF 了，或者我现在需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它有一些 API 在这里。那么它呢是可以通过 Python 呢再生成一点点简单代码，然后可以通过这些简单代码的执行把这些刚才我们讲的小工具整个的通顺的串联起来，对吧？它呢可以设置一套小工具的这种调用规范，符合规范的就可以进到工具链里边去。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些程序员呢是有很多的这种规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套规范叫 GraphQL GRAPHQL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单词，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接口可以调用，但是呢，我在这个接口里写了一大堆解释，就是它叫自解释接口，告诉你说这接口到底咋调，对吧？调完了以后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我们会把它都写在里头。那么，当他拿了这样的一大堆小工具，然后照着 to do 点 md 去执行了以后，等于就产生了一大堆的中间结果。然后呢，再对结果进行拼接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就在这儿了它能干嘛呢？就是处理很多这种叫非结构化数据。什么叫结构化数据？什么叫非结构化数据？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表格第一列叫做姓名，第二列叫做这个年龄第三列叫性别，第四列叫做简介，第五列叫什么职业，这个东西就叫结构化数据了，一行就是一个人这样。那么非结构化数据就是我拿到这个数据里头是一锅浆糊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头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是非结构化数据。大模型就是你可以把一大堆的非结构化数据扔给他，然后让他去总结分析它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呢，这个其实调用甭管是网页也好，还是这个各种的 API， 然后从其他的服务那里获取数据也好，实际上都是结构化数据。但是呢，他就把所有这些结构化数据打包在一起，然后作为非结构化数据直接扔给大模型，说来，我这有一大堆数据我也不去解释里头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去研究这个数据结构了你去给我去总结归纳一下他是干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干活的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把上面的一大堆小工具进行了这种松耦合的这种组装那为什么要强调松耦合呢？就是像我们正常写程序，我们会去标记你这个数据应该是怎么排列的第几个字节到第几个字节写什么，写错了马上报错，对吧？你现在有了这个大模型以后，我就都塞进去，塞进去完了以后呢，这个它反正这个大模型也不挑，对吧？你这个里头这个哪个多写几行，哪个少写几行，多两个这个属性，少两个属性，它都无所谓所以它就可以把这样的方式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小工具凑在起来，然后得到了一些结果之后呢，再输出一个漂亮的报告包括刚才咱们讲图表什么这个
表格呀，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看起来条理很清晰的报告。其实你用 DeepSeek R1，用这个 Claude 3.7什么的，都是可以生成这样的报告的啊。它最后再把这东西做出来。像我们以前写程序的时候，这个有很大的一块时间是干嘛？就是打报表，各种各样的报表，然后把它打出来，然后为什么要对格子，然后要去取数据，然后要去做统计分析，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啊。他们这块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整个的这个 Manus 真正强的地方在哪儿？它真正强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规划，对吧？它可以自己去做计划，说，哎，我要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先调哪个工具，后调哪个工具，然后把这些工具调完了以后，中间出了问题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怎么把这些内容再拼起来？这个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啊。当然，我看今天已经有人说 Manus 是不是个骗局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的，或者说它放出来演示的那么美好，这是一定的，对吧？但是你也不至于说它是骗局，就是我们也要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对吧？那么它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规划呢？将常用的流程和子流程写出文档来，直接 embedding 就是嵌入到本地知识库里边去。然后再把工具链上面各种各样的信息也把它 embedding 到这个本地知识库里去，再将各种服务性网站的信息也把它 embedding 到这个本地知识库里去，然后在规划的时候直接根据本地知识库做 RAG 输出就完了，对吧？现在我们告诉他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他就跑到这个本地知识库里边去查去了，查完了以后说，哎，你干这个事儿好像这3个工具有用然后呢，这几个流程可能是有效果的，然后呢，这些模型有可以干活，然后那些这个网站里头有你要的数据，它可以通过这个进行本地知识库辅助的这种生成，对吧？直接给你输出一个刚才我们讲叫 to do 点 md 的这个文件出来就可以照着干活去了。那么产品设计本身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界面也很清爽用户交互也非常的顺畅，这个还是很好的。那么这个 Manus 的结果靠不靠谱呢？呃，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不是我自己前2天翻车这故事。据说有人拿这个 DeepSeek 推荐彩票，然后买完了彩票还中奖了。这个你们愿意拿着这个 DeepSeek 去指导你买彩票吗？然后还有一帮人说，哎，我用 DeepSeek 去做量化吧，我去用 DeepSeek 炒股吧，对吧？这个换方量化这帮人不是炒股的吗？这玩意儿靠谱吗？肯定不靠谱，对吧？所以 AI 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幻觉的，千万不要觉得 AI 是有可能把这个幻觉干掉这个很难很难的，所有 AI 都有。那么在数据源不能保证正确的情况下，你就 AI 更没有能力说我一定会输出正确的内容来，对吧？我哪怕是搜索了一大堆东西，你搜索的东西还有可能是错的呢，对吧？AI 自己根本就没有判断能力，说，哎，我搜索回来的这个网页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它没有这个本事它唯一能判断的是什么？哎，这个是一个官方主流媒体，那是个个人博客需要去采信的时候，我要更多的采信官方主流媒体，这个它是可以去干的这个，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希望 AI 有判断能力。大家自己想一想，如果 AI 有是非判断能力了，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对吧？还是让它糊涂着就算了。然后多个数据源进行总结归纳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容易产生幻觉。就是当我搜到了5个相关网页，然后呢，我要对5个相关网页的结果进行总结归纳的时候，这个时候幻觉是很厉害特别是像 DeepSeek R1这种东西，就是幻觉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像 Grok 3什么幻觉也非常非常厉害，这个都很难实现说这个很清晰的这个把事情说清楚。然后 Manus 底层的模型呢都不是自己的全都是别人的。这个在很多的这种幻觉模型上，比如 DeepSeek 这样的幻觉模型上，这个自我规划以后，其实它输出的内容一定是不靠谱的虽然可以进行一点点验证，但是呢，这个现在距离提高正确率还不是这个那个时间还差得比较远。那么现在的结果都很惊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筛选简历很棒这个叫做什么筛选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房地产信息也都非常棒你怎么就在这儿胡说八道呢？怎么可以说人不行呢？对吧？其实原因很简单他筛选简历的结果
筛选简历的过程，筛选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过程，做这个旅行这个建议的这个过程，它是给外行看的，对吧？你真给内行，他是看不了这东西，看了会乐的。这过程呢，就像老中医啊，这个念着口诀给人看病似的啊，这个上来你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念半天，对吧？然后这个你一定很专业啊，这个大模型也是一样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你不一本正经，他就骗不到人了。所以呢，这个它产生的所有的这些结果啊，是相当容易让外行感到幸福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就很厉害。我自己不是 HR 啊，即使是 HR，招聘回来的结果其实也是很难验证的。啊，你如果真的 HR 都很厉害的话，那就没有说这个招回来发现这个货不对版的，对吧？招回来过2天跑路了，或者出了一些其他事情，就没有这事儿。所以 HR 这个工作结果其实是挺难验证的。这个目前为止，Manus 给出来的东西呢，基本上是叫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怎么说都行啊。你说这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到底是哥几个？哥一个啊，就孤独一只嘛。哥两个啊，孤独出去一只啊，还剩俩，对吧？三个啊，那哥仨嘛，桃园三结义嘛，对吧？大家站在一个枝头上了，这都可以讲，怎么都不是特别大问题啊。所以这个目前 Manus 给出的演示结果基本上都是短期内无法进行验证的啊，你没法确认它到底对不对。你就跟你让 DeepSeek 去给你推荐彩票似的，或者让 DeepSeek 给你去推荐这个炒哪只股票似的，对吧？它是没法去验证的，也不会负这个责任。但是当你觉得 Manus 给出的结果特别厉害、不明觉厉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距离掉在坑里已经不远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通过不断的确认眼神儿啊，确认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结果，来建立信任的。然后信任了以后，就会比较少的进行检查啊，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合作起来。但是大模型这种东西的话，你让他工作100年啊，该出多少错他还是出多少错，所以这个地方啊，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那么下一个问题啊，Manus 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门槛？啊，说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国运级的创新的话，它一定是有门槛的。你像 DeepSeek，虽然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能做得出来啊，这个而且各种开源、各种开放，现在呢，这个 Perplexity 也号称自己训练了一个啊，或者调了一个类似于 R1这样的模型回来去使用了。那么但是呢，就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啊，去自己训练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模型出来，这个还是有很大门槛的。即使是 DeepSeek 开源了一大堆的这个怎么去优化 GPU 的这些代码库出来啊，那么这些东西想用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像 Manus 这样的东西有没有这个门槛呢？现在很多人就说，现在这个时代是模型级产品的时代，对吧？最后都会被大模型厂家干掉的，会不会这样呢？像 OpenAI 每次开发布会，就是一帮的中小企业在这敲丧钟，说完了，这个我这条路被 OpenAI 给趟过去了，对吧？这个大家都是在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 Manus 现在干的这个活儿，其实就是 GPT-5要干的活儿，可能再过个那么1-2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 GPT-5。因为 GPT-5也说了，我也是自动规划，规划完了以后，我自动的去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然后一次给你实现，而不是像现在似的，你 ChatGPT 上来，我要选模型才能用，对吧？它这个方向已经在 OpenAI 的路径上了。但是呢，从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的结果来看，OpenAI 的产品落地能力其实并没有特别好，对吧？现在我们去看 Perplexity 的这个深度搜索，看这个 DeepSeek 的，然后豆包的，然后包括这个Grok 3的啊，就是 XAI 的这种深度搜索下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个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其实是最烂的一个，真的不怎么好使。啊，这个 OpenAI 算是技术很强，这个玩意儿跟谷歌很像，谷歌的产品能力其实也很烂，就是他们这种公司呢，就是底层技术遥遥领先啊，产品烂一点，大家也将就用了。这个中国人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擅长于内卷产品这一块的啊，产品体验、产品迭代，这个是咱们比较擅长的。这个底层技术咱们差一点，但是那个 OpenAI 也好，谷歌也好，都是底层技术好。那么在这块事儿上啊，我们也很矛盾，为什么呢？广告时代，
最后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广告商都被收割了，被谁收割了呢？被这个自有流量的大广告平台给收割了。谷歌、苹果、Facebook、Twitter 现在其实都算是苟延残喘的一个广告商啊。剩下的你说谁成为广告商，都是自己要有流量的。你如果自己没有流量的话，你是做不了大广告商的，对吧？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模型时代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底层模型的话，你就做不出上面这个东西来这块呢，大家有一些矛盾，当然也有一些产品就完全靠产品做起来。有一类产品呢叫 PLG 产品叫 Product Lead Growth就是叫产品引导增长的这种东西是有两个比较典型，一个是 Notion， 另外一个叫 Slack SLACK 这两个产品就是典型的叫 PLG 产品，它没有特别底层的技术，我就是产品做得好，体验做得好，对吧？让大家使得方便，让大家使得舒服，然后大家就愿意去用去这块呢。看看是不是能够走通这条路吧。在大模型时代，这个逻辑是不是还能走得下去，不知道了。因为如果 Manos 继续能够做下去的话，它必须要像 Notion 或者像 Slack 这样说我的产品做得特别好我就愿意为你服务，然后呢让你使得舒服然后大家就一起用下去。这块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稍微的大家都要观望一下的事情这个。现在你说在大模型时代里头这个自己模型做的不怎么样，产品做的特别好的有没有呢？也有一个是 Cursor， 就是这个写代码的 ID自动写代码 ID， 然后还有一个呢叫 Perplexity， 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 AI 搜索工具，目前呢还算是有一定门槛的就是虽然大家都在做 AI ID， 都在做 AI 插件，都在做 AI 搜索，但是这两个产品目前为止活的还都不错。至少暂时还都挺受欢迎的吧。未来的事情不好说了大模型时代，模型厂商的服务边界呢，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它跟原来的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不一样的。你像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跟苹果好多事儿它是不做的，但是你现在到了大模型时代，你看有什么事儿是 OpenAI 不做的吗？有什么事儿是 Anthropic 不做的吗？ Anthropic 其实手还算是短一点的，OpenAI 真的是啥都干。那么有没有这个离了模型就玩不转的案例呢？也有有一个产品叫 Character AI， 它呢这个大模型团队被谷歌收编了以后，现在产品直接趴菜了现在它的产品被一个中国公司的产品摁在地上摩擦，那个产品好像叫 Toki是这个 Minimax 做的，也算是这个中国 AI 六小龙中的一个吧。那么 Manos 的产品到底怎么样呢？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快速的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不是内容，而是信息，就是经过整理分析以后得出来的结果，这是大家需要的。在产品设计上呢，至少在演示视频上看，交互还是相当不错的。成本现在肯定是不划算的，这个未来到底怎么去收费，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呢 AutoGPT 当年这个出来了以后，为什么马上就挂掉了？因为这东西算一次那个时间实在是不划算，对吧？你让他开足马力去干活，可能干一次2小时，然后你回来一看账单，好，几百美金不见了这是当时的这个状态。现在呢，肯定是要便宜一些了。这个 Manos 据说每次回答问题，就是每一个任务做完的这个平均消耗是2美金。对吧？不再会出现几百美金的事情了。但是呢，它也没法保证，因为呢，它是自动规划的。你有的时候可能花个几十美分就把东西算出来了，有时候花个2美金把东西算出来，但也有的时候可能2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再回来的时候一看，哦，100多美金不见了这个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你没法控制的。因为是自我规划嘛，所以到底每次跑多少 token 他也不知道。在这儿呢，给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是原来我看的这个，就是施瓦斯科普夫的传记这哥们儿干嘛的呢？这哥们儿是美国的一个5星上将，就是在打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他呢，在越战的时候是个程序员，对吧？他虽然是这个军校毕业了然后到了越南以后，他是个程序员，然后在那写程序。这个后来是。好像是他吧，这个因为我也有点幻觉了这个就是发现来了一帮专家，从五角大楼派了一帮专家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越共这个
游击队出现的这个规律啊，然后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在那儿算啊，算了很长时间，数据建模，然后呢，他也有幸参与了这个项目。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呃，这个月黑风高的时候更容易被袭击啊，大概是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呢，就是你用 Manus 这样的这种自动规划工具去干活的时候，它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啊，这个算了可能很长时间啊，最后算完了以后，告诉你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候容易被袭击啊，或者比如说原来还有一个电影是什么，就是这个计算机算到人类都灭亡了以后，最后得出宇宙终极答案是42啊，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听过，所以呢，这个具体怎么收费啊还不好说，因为它的这个成本是比较难控制的。这个后面的大厂跟进一定是必然的啊。GPT-5还有几个月就出来了，Grok 3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自动规划了。大家去 Grok 3里边去，就是你如果上 X 上这个 Grok 那个页签里头去，然后点击这个 Deep Research 它应该叫 Deep Search 吧，还是 Deep Research 我忘了，反正就点这个，然后你再去看，你去给它一个任务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规划清单在这个上面在滚动的。然后他会把这个规划清单都整个执行完。所以现在好多人觉得 Grok 3出来的结果非常好啊。这如果你实在是说我也等不到 Manus 了，也不舍得花这个几万块钱去买这个测试码了啊，大家就上 Grok 3上去用就好了。豆包还有像这个腾讯的元宝以及像什么 WPS 应该都会虎视眈眈的都会把这东西做起来。而且呢，在这块里还有一些别的大厂，微软、谷歌、苹果都有可能来玩一下，因为他们自己是有操作系统的。对吧？这个事情一定是他们干是最方便的。那么这就是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这个门槛的问题，其实没什么门槛啊。这个当然你说我产品做的特别漂亮也行，你像 Notion 那种产品就是做的特别漂亮。现在免费开源的类似于 Manus 这样的东西已经出来了，对吧？它这个产品发布了大概3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就有一个叫 Open Manus 的这种开源项目就直接扔出来了。但你们要用自己上去挂去啊，这个当然你不是程序员的话，挂起来会稍微麻烦一点点。那你说这种产品为什么突然就疯传了呢？现在原因也很简单，二级市场实在是太缺话题了，对吧？你稍微有点话题，大家赶快要冲上去炒一把，然后再来算谁是 Manus 概念股，然后赶快要去买呀，对吧？然后至于你买的时候是不是有其他人在外边跑路，或者有其他人去赚钱割韭菜，这就不管了啊。但是有题材总是要炒的。而且这个团队呢，其实相当擅长于运作。首先呢，他的视频拍得很好刚才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在大模型时代，在 AI 时代，如果你这个团队不会讲故事，不会拍视频的话，你是混不下去的啊。他们很擅长干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漂亮。第二个，这个团队原来是做微信私域运营工具的就是专门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的这个或者说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些人做运营工具的。所以他们很擅长做这种叫做社交媒体裂变、社交媒体爆发这个事情这是他们的老本行当然这个有了 DeepSeek 的铺垫以后呢，现在中国人的这个热情还没下去呢，对吧？突然有消息传出来了，那肯定还要再跟着热闹热闹，这个是必然的但是呢，这种突然爆发的传播呢，对于 Manus 本身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刚才我们讲这个 PLG 产品，就是这个产品引导增长的之类的这些产品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开始一定要低调，对吧？你要这个猥琐发展一段时间。你如果一上来就在这个显微镜下的话，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突然爆火了以后，唯一的结果就是被大厂盯上而且呢，你一旦进入这个显微镜下，你所有的缺点都会被放大。要注意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产品叫足迹，应该也是2015年春节的时候出的。它呢能够出这个电影感大片那样的这个照片就是你随便拍张照片进去，它就给你做一个像电影大片似的那种等于裁的这种带这个边儿的嘛，然后呢还给你写上一句字幕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上线服务器就崩了，很快就销售秘籍了。所以像 Manus 可能会走上这条路。AI 圈这种突然爆火又突然死掉的产品，其实还是蛮多的大模型是别人的，算力成本无法承担，用户突然涌入，预算在燃烧这个体验在下降，这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是
像 Manus 这样的产品很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像他们呢，其实手里没有多少钱啊，因为他们以前的公司是被腾讯投资过，但是 Manus 这一块的话，你说我想趁此再去融一大笔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吧？你想他算一次$2啊，一个任务$2，这个就是当真的有一大堆用户涌进来，开始嘁哩喀喳跑的时候，这个就想起这个哪吒一开始那句话了啊，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那感觉，对吧？你一个人进来$2不见了，一个人进来$2不见了，还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问题进来$2就不见了，对吧？这个你有多少钱够他烧的？这个根本没法整。当然了，现在这些事儿呢，对于Manus 来说也算是一个幸福的烦恼。还有一大堆人说我做出产品来，这个没人知道的嘛，还有这样的，对吧？他至少被人知道了，所以能不能趁机融一笔钱，或者干脆找人卖掉算了？因为像他创始人上一个公司就直接找了个公司给卖掉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产品如果能把它卖出去，也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了。新的阶段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其实 Manus 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到来了。AI 进程呢，实际上有5个阶段啊，这个是山姆奥特曼提出来的。第一个阶段是对话，能够进行自然语言交互的聊天机器人啊，用于简单对话和信息交流，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GPT-4、4O 什么这个就是对话。然后第二步呢是叫做推理，这个具备在特定领域进行问题求解和逻辑判断的能力，可以进行复杂推理和逻辑分析，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DeepSeek R1这个 GPT 的O1、O3这样的模型，就属于叫推理模型。现在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走这一块，然后推理之后呢，就是规划，对吧？这是 Agent 可代表用户执行任务，具备自主运行的这个能力，能够在动态的环境中实施决策这个是现在第3步。实际上 Manus 就已经走到了这个第3步上了。然后再往后一步是什么？叫创新能够参与发明创造，增强人类的创造力，可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领域推动突破。其实现在什么医学方面已经开始突破了然后最后第5步是什么？叫协作，深度融合组织功能，参与社会管理与复杂决策协作，能够管理复杂的组织任务这个是山姆奥特曼给 AI 整个发展的类似于 L1、L2一直到 L5的一个状态。那么当前的状态是什么呢？GPT 4.5已经展示了对话这件事情基本上到顶了你再怎么加这个算力，再怎么去扩大模型，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今天发现我的这个ChatGPT 已经可以用4.5了这个虽然是迟了2周但是我们还是开放了。算迟了1周吧，今天是周五还算是1周之内我们还是用上了 GPT 4.5，我还没有空跟他去提问题呢。然后推理模型现在还在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推理模型这一个阶段并没有过完现在都在拼命的冲这一块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试一试通义千问的 QWQ32B 那个模型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种模型32B 嘛，你是可以在电脑上本地跑的，我就在自己电脑上装了一个效果还可以确实慢一点。然后再往后这个规划呢，其实一直都在尝试，逐步有可用的版本出来。OpenAI 1月份出的 Operator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 Grok 3的 Deep Search 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划类产品 ，Perplexity 其实也是在做规划，而今天的 Manus 呢，算是把这个规划又往前推了一步，因为什么？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这种环境我现在不需要在 OpenAI 的这个环境下用，不需要在 Grok 3的环境下用我完全用别人的模型拼了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产品出来当然了，现在这个产品到底有多成熟多不成熟，我觉得下结论还太早，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用这个邀请码还没收到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呢还是要等待它去把这个规划再继续往前推一步。那么缩小范围专业一些的自我规划 AI agent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的 Manus 号称是我可以泛应用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我都可以干，你让我干啥都行这个是现在这个
Manus 干的事情，他讲这个话呢，其实他这个最终能够做到的结果，大家就不要有特别大的预期了啊。那么 Manus 出来以后，行业的方向必然会发生一些偏转，就是甭管这个产品做的怎么样吧，但是呢，他告诉大家了一些可能性啊，现在哪怕是$2算一次啊，但是这个可能性存在了。那么手工规划工作流的这些产品就要开始转型了，比如说像 DeFi、像 Codes 这种自己画流程图的这种，可能就要稍微的调一调方向了。未来呢，应该都是会有自动规划工作流啊，这块会获得更大的这种关注。那么 Manus 有未来吗？这个首先跟大家下一个结论，没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产品做的不好啊，也不是因为它底层是没有自己的模型的啊，这个都不是。大家知道互联网时代第一个倒下的独角兽是谁吗？叫 Evernote 啊，就是现在的印象笔记，就是第一个从独角兽的这个$10亿估值里退出来的公司就是它。那为什么是它呢？好多人说挺好使的，我还花钱买呢，对吧？像我也是花钱买的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在付费，对吧？还有些人去付费这个叫什么有道云笔记啊，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人付费。说为什么这样的产品就不行？原因很简单啊，咱们说一个像绕口令的话，有用是最没用的事情为什么像绕口令一样说这个呢？因为这个大家被 Manus 惊艳到的时候，是因为觉得这东西有用他给我的这个筛选力的这个过程很棒。你到底有多少 HR 需要筛简历？有多少 HR 现在不是在忙着裁员，忙着自己不被裁，而是说我要去招人？没几个，有多少人需要这东西？对吧？然后有多少人需要去看那些专业的报告？其实没有的。然后用户必然是很少的，对吧？像它这个 Monica 点 IM 现在号称一共有700万用户，其实是累计安装量，它的活跃用户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它这个700万用户还是收购了一个叫 GPT for Google 的一个300万用户凑起来的，他自己有400万，然后收购了这么个东西，现在号称700万，这个数其实基本上你就认为它没有就可以了啊。当然这几天有可能会爆发一波但是未来应该很快就消减掉了。而且真正的专业人士是不会看他的报告的。我告诉你，真正专业人士看他的报告更累你还得再一个一个再去校对，再去核验然后再去看里头有没有这个说错的地方、说对的地方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对吧？AI 工具主要现在还是能够骗外行，对吧？就像我前面今天早上放这个 AI 时代文科生很重要这个视频讲的一样，对吧？像我这些程序员这个一看 AI 写的代码就在那乐你们这个连拼史山都拼不出来，对吧？但是我看 AI 写的小说，AI 画的画我很开心然后这些设计师一看 AI 画的画，这叫啥玩意儿对吧？然后那些这个真正产品经理这些文科生，你看 AI 写的这些文字也是没法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东西最擅长就是骗外行，就跟那个很多相声演员讲的似的我是这个说相声里边最会唱歌的，以及唱歌里边最会说相声的那个人这就是 AI 现在最擅长干的事情。而且专业看报告的人现在还在不断的被裁员呢，你给他们提效干嘛呢？这个事儿是意义没有那么大。海外应用还要等这个 OpenAI 谷歌跟微软再去发力它在国外的用户是起不来的。就算真的起来了，比如说Manus 这个让我看走眼了它真的是用户量做起来了，那各国政府能乐意吗？你这数据是不是去中国了？都还有这样的问题呢，对吧？一个武汉公司然后你做了这么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到全世界去收集别人的这个调研报告各种数据，这不是开玩笑的吗？这个肯定还是对未来比较大影响吧。而且$2一次的这个成本如何平衡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难回答的。在 AIGC 时代现在可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娱乐不是真正的有用的东西虽然一大堆人都在研究怎么让 AIGC 有用但是我觉得依然是娱乐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它出来的东西不严谨，对吧？你给个小说，你这东西写对了写错了，它没事对吧？不会因为说这小说写错了几个字儿，这个就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有新鲜感我还看着很开心，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想，他这玩意儿出一大堆报告告诉你应该上哪儿去买房，告诉你应该招谁不招谁，然后等最后这个什么
你把人招回来发现不好使啊，你把房买了以后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你找他吗？他也不负这个责任，对吧？所以啊，现在千万不要去做有用的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去讲的 Manus 的这个故事。好，让我来看看大家都聊了些什么啊？今天这个故事讲的稍微有点长。这次 Mac Studio 512内存的是，据说是可以跑671B 啊，但是我没试过这玩意儿。我觉得就算你有这个512内存，也不要去跑671B，因为这东西跑起来以后，你基本上就这个机器就不干活了啊。像我今天把那个 QWQ32B 搁在电脑上，那个东西下载下来是18G，对吧？它跑起来的时候，我这个电脑就不停的在那儿报内存不够了，而且这个风扇也响了，这个是还是很烦的。看到有人的观点，VS Code Client 的这个，其实也可以达到 Manus 的效果啊。它指的是 Client，可以调用多个 MCP 工具啊。我用 Client 用的本地部署的 DeepSeek R17B 还没有这么好用。哎，这个 Client 这东西你一定要用这个 Cloud 3.5啊，巨好使，真的啊。大家要注意啊，就 Client 肯定是一个自我规划的这个 agent，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包括像 Cursor、WinServe 什么都是自我规划的 agent 啊。还有像我前两天推荐的那个 Tree，对吧？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在编程这个任务上啊，它是相对来说，呃，这个比较容易衡量的、比较窄的一个面儿啊。你如果让他说做所有的事情，对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去回答的话，这个还是要难很多的。Manus 可以做各种任务，Agent 的这个 HTTP 协议，MCP 协议没有用了，这个现在离这块儿还比较远啊。加入会员啊，领扳手来了，哪儿去了？这儿呢。第一次看直播没问题，今天买了很多 Manus 股票，希望下周一胜利大逃亡。哎呀，这个你小心点吧，Manus 自己就没有上市，对吧？收购它前面那个项目的公司也没有上市，是2024年的12月份去闯关去了，到现在还没闯过呢。这个现在实际上都是蹭概念的。Agent 的最终形态是不是 Manus 这种？有可能啊，就是 Manus 应该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想象力。套壳产品可以有护城河吗？可以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就是你这个产品做的特别漂亮也行啊，做的特别好使、特别漂亮也行。这个 GPT 回答的快慢和我自己的电脑没有关系吧？但是可能和你上网的姿势有关系。AI 现在就是缺个好壳子，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给它做这个好壳子？因为底层模型进展太快。现在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就是预训练的这种聊天模型可能已经进展到头了，但是现在的推理模型还在一日千里。所以你现在吭哧吭哧做了半天，人家出个推理模型直接给你覆盖了，你也没招儿。AI 如果能够解决幻觉问题，那么集成到硬件里面应该不错。这个解决不了，咱人还产生幻觉呢，你凭啥让 AI 解决了呀？这个幻觉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啊。跑步回来了啊，这个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应该是多种形态的终端啊，Agent 最大的作用之一是与人类作息错峰运作，把任务交给他，人该干嘛干嘛，变相延长生命。哎，这个其实没必要，这是因为 Agent 现在跑得很慢，就是你现在让 Manus 去干活，可能一次干个这个10分钟、20分钟啊，慢的项目一次干2小时，你需要跟他错峰。你如果这边啪一回车，那边嘁哩喀嚓就把东西交出来了。对吧？如果这样的话，你还错个啥峰？干活就完了。能写小说吗？能，但是呢，长篇凑在一起其实也没法看啊，里边还是会有很多错的。几万字是可以，但是你再长也没法整。
来了50万字呢，这个我觉得这块还是咱们再去研究吧。哎，是不是麦没开？还真的是啊，忘了开麦了。没事到时候再剪这个片，再把它这个声音再调大一点吧。来了点赞啊！你看今天讲这故事就一直没看这个评论，早看见的话早开了。Manus 界面还不错，Manus 产品经理可以加个鸡腿，是这样的。支持民主就花$200万支持，$200支持 OpenAI，这跟民主有啥关系吗？Manus 的强项在于规划，对比 DeFi 是否差异就是规划的稳定性。是的，因为 DeFi 是人制定的嘛，但是我估计 DeFi 未来发展应该也会加入这种自动规划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自动规划的一些节点啊，就是它比如说你可以规划出一些啊，或者说自动生成一些脚本吧，我们管它叫脚本语言，对吧？就是像它这个 todo.md 这样的语言啊，我们做一个出来，然后呢，在这个 DeFi 里头可以做一个叫解释器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把这个节点这个规划出来的这个东西扔给它以后，让这个解释器去解释就完了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 DeFi 来说，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有一点东西就举国之力吹牛逼，哎，这个关键还是炒股票啊，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炒股票。这个吹牛这个事儿呢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炒股票这个事儿呢总能割到韭菜。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不能掌握在流氓手里，比如高科技，哎呀，这个不能乱讲。民主需要美国盟友大家付费支持这个，嗨，民主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么多无效的 AI 产品，结合需求带动生产出实体的商品才是有意义的。光是写作文出结果，这个根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你这是工业斯巴达呀！咱们现在种的粮食够吃，对吧？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把你剩下的时间给你消耗掉啊，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干的活。那你觉得这些东西一旦被某些这个Perplexity 的深度研究确实不错，但是没有给注解，跟它原本的优势刚好颠倒。哎，Perplexity 前两天不是给你讲了吗？这个刚被坑过一次。看来大家的认知度还是相似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Manus 给我的感觉卖铲子的比挖地的多得多啊！这个产品光看演示，比较像是 MCP 集成。我看 X 的反应，这个基本都觉得这是媒体炒作。是的，X 已经把 Manus 的官方账号给封了，对吧？这个我估计是有一大堆人举报他啊。这个像这种大的平台就是靠举报啊，然后只要举报到一定量以后就给你封掉。Perplexity Agent 不靠谱，搜索都能幻觉，这太正常了，都不靠谱，没有哪个靠谱的啊。这个赶上直播了，是的啊，塔主来了吗？你这个怎么又想他了？Perplexity 算是套壳的顶流了啊，其实 Cursor 也算是一个顶流，Perplexity 也算是一个顶流，啊，能把产品交互做的这么丝滑，它的推理成功能啊，已经算是不错了，是的。但是呢，你看啊，Cursor 就会写程序，Perplexity 就会变这个搜索，他们其他是不做的，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的领域缩窄了以后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靠谱一点。所以一上来就说我全领域啥都能干，这种 Manus，这个我觉得最终不靠谱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Agent Workflow 啊，如果下一个流程要等待上一个流程的结果，然后那后续的流程都需要同步等待吗？这个肯定啊，你如果真的需要等待，你只能等啊。但是呢，你可以优化嘛，你如果说可以并行的话，就可以一起来做事情。你比如像我们在 DeFi 里头做的很多这种循环，对吧？它就允许你并行跑。Perplexity 我都靠切换模型交叉验证，但有时候大家幻觉都一样，不是幻觉都一样，而是被投毒了，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如果互联网上本身那个信息就是错的，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对，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大模型自己是没有甄别能力的。这个没有更好啊，有了更可怕。这个理工男啊，这就无所谓了。我只用 Grok 3啊，Grok 3的幻觉也很厉害，但是我最近对比起来哈，Grok 3还好一点点。我今天还试了一下豆包的这个推理模型啊，奇烂无比。这个原来啊，这个还跟我讲说豆包对他们自己的推理模型抱有寄予厚望啊，今天看了一下，实在不行。搜索现在确实 Grok 3最好啊，我也换了，是的，这个但是 Grok 3特别逗，就是你像我这儿吧，挂在这个有些国家和地区就不行啊，挂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这个也挺神奇的。这个只要 Grok 3啊，可以搜番号嘛？这个不了解，就是你们自己互相聊天的这个我就不念了啊。Notion 还不太一样啊，它产品做漂亮以后，模板交易的生态也做起来了。一般用户做不来好看的排版，但是会 CSS 的就可以。这块儿呢是这样啊，就是 Notion 呢，其实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特别大众，对吧？包括像 Slack 啊，它就是它基本上是涨到头了，就这么大。这种公司其实很难发展的特别大。如果别人说我就要去逮着你这块往前走的话，这个像 Notion 这样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就如果有大厂盯上这块生意，当然像国内大厂盯上是比较危险的。你要是像微软盯上没事微软好像做了一个类似于 Notion 的工具，然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对吧？国内大厂一旦是把自己的方向瞄准 Notion 的话，那就会疯狂的冲进去撕咬啊，这个他们是盯不住的，还是因为这个市场没那么赚钱啊。Manos 感觉一般啊，跟 DeepSeek 无法比，是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个体验和产品本身也是门槛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GitHub 上有一个 OWL 的这个开源项目啊，做的跟 Manos 差不多，是的。所以我觉得像 DeFi 啊、Codes 这样的这种这工作流规划平台，应该后面会出一些解释器啊，就可以实现类似于 Manus 这样的功能。其实你像你在这个 Codes 上面用或者像 DeFi 上有一种工作方式叫 Agent 啊，就是你把一大堆的工具组件插进去以后，它自己去决定调用哪一个。其实它已经有类似这种功能了，但是还没有那么全，还没有那么强大而已。这个喜欢老范炒故事啊，欢迎这个让他们请老范去做 CEO 吧，没问题，对吧？给发钱就行。今天声音是不是忘了调了？是的啊，今天的声音不太好，回头再处理吧。今天忘了，就是到最后开的时候忘了开麦克风了，把麦克风掐身上就完事儿了。这个好卡是不卡的，这个还是挺好的。我昨天就发现4.5了啊，我是今天才发现。这个我的 ChatGPT 没续费，过期1个礼拜了，好吧，我准备把4.5试完了以后也准备停掉了，赶上直播了，是的。这个 Mac Studio 太贵了呀，这个你像我现在 M2 Max 的这个 MacBook 我还没准备换呢，我使的还挺开心的呢。这个请问你怎么看最新的 Mac Studio 顶配 512G 统一内存，只需要74000人民币但 H100显卡80G 的这个要24万人民币，感觉苹果性价比高，有性价比。苹果的这个 Mattel 是否开始能够威胁这个 CUDA 了？其实差远了啊。首先要注意啊，这个统一内存是要比 HBM 要慢很多的，就是统一内存并没有显存那么快，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跑很多东西，虽然能跑，但是，还是要比这个真正在显存上跑的要慢而且这个东西呢，它的各种的支持，各种的这种周边的这个叫做配套呀，还有这个适配吧。要比英伟达还是差很多的
Mac 算得慢，是的，Mac 的内存慢啊，这个看老范滔滔不绝的讲，我都不好意思吃饭了。哎，吃啊吃啊吃啊，Mac 应该算的比英伟达慢很多啊。在大显存方面，苹果统一内存确实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呢，它统一内存并不是显存，它要比显存慢。印象笔记、记录回忆，是的，麦克风放的有点远啊，是这一次确实是有些问题吧。这个没事儿，实在听不清，咱们就不做剪辑了。体力不错啊，今天直播后马上去移民局，在那里待了快一天啊，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是啊，我还看了一天的文章，然后这个写提纲，然后再做这个，所以今天只有一个故事啊。要早上不跟你折腾这个，没准会有俩故事。虽然早晨主要是你出力啊，这个也是相对的。苹果的内存其实也是金子做的啊，贵是真贵啊，但是比显存还是要差很多的。这个当不了显存啊，这个还是慢。郭的声音不敢恭维，什么意思？发现个会员没带板子啊，是刚才给他发了。看看春晚他徒弟的作品就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怎么艾特的？这个是可以写艾特的。然后报告的修改校验比自己写还要累，这绝对的。我自己写的文档给 ChatGPT 总结啊，出来的东西我还得逐字校对，经常多一块少一块，是这样的。在圈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没人给写本子，这什么呀？有用 AI 画黄漫的啊？有。其实我觉得还是未来区块链这个技术更有用。哎，这个想有用这件事儿就歪了啊。当显存这个事儿对于 AI 推理而言还不错，但是针对渲染而言不一定有优势。是的，你像我的这个苹果电脑打游戏什么的还是费劲啊。要不要战略性喝口水啊？是，喝口水。2 token 每秒啊，那这事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至少得到可能十几个 token 吧，或者说至少是10个 token 才可以用。在 Reddit 上有不少人说，client 和 continue 一起用效果更好。continue 你还不如直接用那个什么呢？他们家单独出的那叫 Windsurf，那个也还不错。现在哪个模型写小说好？我这2天用了 Gemini 和 Cloud，感觉 Gemini 好点。Gemini 我是一直不喜欢用啊，这个你可以试试 DeepSeek 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DeepSeek V3啊，不要去用那个 R1。AI 这个功能啊，只有 PC 端可用啊，AT 这个功能只有 PC 啊，就是手机搞不定哈啊，是这样。还有自己构思吧，这个小说这件事儿，反正你看你怎么跟他合作了。英伟达桌面 AI 工具这个，开卖估计也很难搞得了。这个我觉得意义不大。就是我对于它那个 Project Digits 这个东西从来就不看好。智能体太费算力了，一个任务执行起来太多 token 了。是的，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大部分应用 APP 没法开放端口给 AI，其实现在都开放啊，就是大量的都开放，就是你通过端口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写了2天大纲，修仙的作品给我写出来的，都是感情戏。哎，这个自己开心就好。是的，挂上麦克风了就会好一点。总算开麦了，听了累。是 DeFi 的这个 Ragflow 啊，哪个好用？我是 DeFi 用的多啊，那个我没怎么用过。
流程规划感觉很快就会被推理冲掉，冲不掉。关键你还是要有解析器，没有解析器搞不定的。那个批评写作文不管事儿的，掌握了语言就掌握了思想，作文还不是那么好写的。前2周用搜索某小区二手房的1年交易量用了 OpenAI Grok、Perplexity、Gemini，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当时是给家里人展示，想显摆一下，顿时很无语。对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什么具体用途，说我展示一下，大家都可以自嗨一下啊。但你如果真使的话，还是挺危险的。这个简单啊，你把功法这个我觉得就不去研究这个了啊。精顿行动就是一个成功投渡，这不是我编的，这是人家先投给我的 AI 投出来的。塔主来了，是的，下次跟塔主连线聊聊家庭生活啥的，聊哪吒没意思，我们俩有啥家庭生活可聊的？这个还剩一招啊，这个 Notion 还剩一招 offline 本地存储的话，还能最后涨一波用户。这块其实挺难的，因为 Notion 出来以后呢，国内有好多团队都在尝试做，包括像什么 TeamVision 啊，还有那个好几个团队都在做。像这个TeamVision 后来是被腾讯收了啊，收完了以后呢，其实这产品大家也没看到，对吧？然后 TeamVision 团队的人现在是在给字节跳动做 Tree，做那个 AI IDE 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产品还是不太挣钱。Notion 下一个产品应该是 Notion Mail 啊，就是 Notion，然后 Notion 那个Calendar，然后是那个 Notion 下一个产品就是 Mail 啊，邮箱。难道我就是外行啊？这个我现在基本90%的代码都是 AI 写的，我觉得很好。这个如果你觉得很好，那真的是外行。其实有类似 Notion 的开源本地替代，叫做 AppFlowy 啊，这个还真没玩过。范老师说的解释器类似于 Auto Agent 那样的这个 Agent 框架，其实也不能算这个吧，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脚本执行器吧。买个盖板的改下这个苹果的电脑只能加 SSD 啊，改不了内存啊，那个是现在谁都改不了。但是而且它 SSD 改也是需要动烙铁的，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原来那个硬盘拔下来再插个新的上去就行了。PC 是可以直接拔了插的啊，这个苹果的是要焊的。苏七还有8周。DeFi 直接出个流程自动规划插件可编辑的 Manos 这种就凉了啊！这个其实 DeFi 也是个很小众的东西，真正能用 DeFi 的人不多，对吧？好多人这个 DeFi 这个部署上去以后也就放着了。我现在用火山的 R1，腾讯云的 R1，感受还不一样。企鹅的版本相对比较按照你的原意要求回答，但是审核非常厉害。稍微有点敏感词就不回答了。火山的 R1如果不做限定，非常喜欢给你总结，而不是原意回答。我现在觉得火山的这个还可以啊，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腾讯的我没用过，然后我现在感觉是谁的差得很远，就是阿里云上部署的 R1真的很难用。停了这个 GPT 会员啊，是准备续费哪个？我穷啊，这个我续不起了。综合能力还是一流，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很多的出报告的能力还是差一些。我可以表演一个文科生面对程序员如何一脸蒙圈，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两个下次可以表演一下。你觉得 MCP 协议会像 HTTPS 协议一样重要吗？不好说啊。我觉得如果想走到那条路上的话，可能还是要走 W3C 委员会去做标准。这个后面是把麦克风开了，前面是插上忘了开了。真幽默啊！没有，我们两个这个，我跟塔主有时候这个聊天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挺简单的，然后他就完全没听明白，或者他讲的很有趣的东西我也听不太明白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隔行如隔山的。跑步啊，这个一定要坚持，是的。你会跟程序员对着互相讲自己的专业，就是出现两脸懵逼啊，是，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国家会管理嘛，比如大模型之后要牌照，现在就要牌照啊，你现在没有牌照根本就不可以对公众服务，对吧？QWQ32B 在这个上运行只需要16G 内存啊，风扇不响。反正我 Ollama 上跑的还可以。RAM 改不了啊，因为 CPU 里边的啊，也不算 CPU 里边，它是焊在一个板子下面。Grook 解决编程问题还是很厉害的，但是 Grook 呢，它 API 虽然现在有了，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哪个插件说是我在 Grook 3的 API 上去干活的，所以就不行。你能够把问题在 Grook 里描述清楚，然后再把那代码拷回来，这个就不是程序员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TeamVision 是被阿里收了吧？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它是被收了，我记得是。那就还有另外一个，就除了 TeamVision 以外，还有一个是被腾讯收了的，应该可能他们一人收了一个。TeamVision 就是交互自然一些啊，其实功能离字节那个差很远，这个就别折腾了呗。上次老范不是说要去小米之家直播吗？是啊，说完了以后就一直宅在家里懒得动了。这个还有个 O 开头的啊，这个就没怎么用过了。啊，你说的是0开头的版本号啊，没用过这东西。盖版的新版的这个 M4 mini 的这个 SSD 是模块化的。华强北已经出可替换的 SSD 模块了啊，是它是有一个小的那个模块，但是它那个模块就是跟别人的不通用的，你必须要单独焊。我还是我不喜欢一堆审核的啊，有审核只能拿来当搜索引擎用啊，稍微深度的还是Grook 或者是本地的 DeepSeek，本地 DeepSeek 就别费劲了，太麻烦了。苹果的内存和硬盘比金子还贵啊，这是真的。Obsidian 我是不喜欢，Obsidian 太简陋了。迟早会有办法的。这个 SSD 都好换，但是内存是没法整啊。请问老范，苹果的 Ultra 芯片的 RAM，是否有可能可以用上和英伟达一样的 HBM？这个苹果向来是比较抠的啊。你像屏幕这种东西，就别人可能早就高刷屏了，苹果就一直坚持用低刷的。摄像头人家早就上多少像素了，他一直用低的，因为他觉得我只要优化的好，你就感觉不出来。所以苹果是不会去跟你拼性价比的，上 HBM 这叫拼性价比。你已经愿意为苹果花这么高钱了，那我为什么要再给你更好的东西呢？对吧？这个不符合逻辑啊。DeFi 我也是 Docker 本地以后啊，就没怎么打开了，没有那么多任务需要这么重的流程设计。没有，我 DeFi 每天都在跑，我的 DeFi 每天至少要工作个3个小时啊，我这个 DeFi 是非常非常重的工作，而且我现在有这个3个 DeFi 服务器在工作啊，一个是我部署在 Oracle 云上的，在日本的一个节点啊，一个呢是这个我们家 NAS 上的啊，这个是我的主力 DeFi，还有一个是我本机的。就是我万一离开家了以后，有时候就用这个，在家就通通用 NAS 上那个。然后至于 Oracle 云上那个的话，就是如果我电脑也不在身边，离开家了，我就可以用 Oracle 云上的那台 DeFi。而且我如果写一些应用，可以调那个 DeFi 上的很多的 API 去干活去啊，这个还是非常棒的。看上次文科生怨念产品经理那集，其实大家的怨念就是需求没被满足，设计师没结果，程序员没拿到薪水。呃，程序员呢，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他自己总觉得自己懂，说我觉得这个产品做成这样更好看啊，那个产品画成那样更好，对吧？他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就这个等于跑到产品经理和这个设计师那里去班门弄斧啊，有时候会干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设计师跟产品经理和程序员之间，程序员一般是工资最高的那个啊，这个所以不是程序员没拿到薪水啊。Obsidian 一些熟悉的这个用起来，跟这个三星的什么一样啊？这个我 Obsidian 一直用不熟练。现在60赫兹的液晶面板，成本未必比120赫兹的低啊。这个苹果完全是为了拉开产品层级。现在苹果应该也是120了吧？这个反正苹果每一次都是用的最差的。而且以苹果的采购量，你差1分钱也是差。老范用 DeFi 自动跑数据收集嘛？啊，倒是也不是啊。我的 DeFi 其实一个是本地知识库，我需要在上面管理，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很多的这种流程啊是在上面跑的。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字幕转这个博客的流程啊，我的这个很多画图的流程啊都在上面跑。在老范之家直播不就挺好吗？这个小米之家其实还是可以去看看的啊。你自己部署 DeFi 吗？不用官方后台，不用官方后台，我都是自己部署的。DeFi 上跑啥呢？对，一个是本地知识库啊，一个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流。这个普通版本和最新的16E都是60赫兹的啊，还是60赫兹的。好吧，因为我每次都是买 Pro Max 啊，都是120的。那么一个有文科修养的程序员，就是人生赢家了。回想起来，小朋友圈里的牛人都是文理通吃的，其实不是的。我告诉你，最后真正成功的人都是什么呢？就是成功的项目啊，咱不能说叫成功的人，都是那种特别较劲的这个设计师。然后呢，程序员来了以后说这个你这东西做不了，那设计师说不，我就要啊，我不跟你讲道理，我就要啊，我这个最后就会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对吧？这个乔布斯其实就类似于这样，乔布斯的技术其实一般啊，但是呢，他就属于我就要，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啊。程序员说我做不出来，做不出来问题开了，我再换一个人，我接着做，我就要，然后我们就有苹果用了。苹果所有的产品线除了 Pro 都是60的，是吧？好吧，还有这事儿呢。程序员做产品最喜欢大炮打蚊子，巴不得18般武艺都做起来。是啊，我告诉你，像我们以前经常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程序员，特别是这种很高端的程序员，他们做产品的时候会追求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数学的完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去追求把所有的边边角角和可能性都给你解决掉，哪怕这个可能性可能1万年都遇不到一次，但是我们也会把它做出来啊，也会写一堆代码把它应对一下啊。这个是程序员真正喜欢干的事情啊。这个可能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就是噩梦了。二手也很贵啊，这个就没想过了。当苏七 Ultra 的首批车主，轮到雷总请老范吃饭，什么意思？没看懂。自从居家办公开始，阿三写的就越来越让人堪忧了，系统软件 bug 一堆，哎，越改越糟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我是没用过三哥写的程序的，我无所谓二手。前一阵刚把 iPad Air 5换成了二手20寸的20版的11寸 Pro 啊，还有这样的。其实我也无所谓二手，二手也只要能使就行。好啊，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短一点，因为我这2天确实是有点疲惫，昨天跟代码折腾了一天，然后周末的话，我估计就是主要是把我做的这一期视频录了啊，就是怎么用AI 编程工具自己写一个聊天软件，可以跟 DeepSeek 聊天啊，然后怎么能够自动的画出图来啊，怎么能让这个图让自己开心一下啊，这是我周末2天准备去干的事情啊。如果干得快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视频剪一个稍微简短一点的放在公众频道，然后这个完整演示的我就放会员频道了。如果干得慢的话，就只有会员频道有一条了，因为这个还是挺费劲的。我昨天研究了一整天才把这东西
彻底搞明白，也不叫彻底搞明白，叫彻底跑通，就是不用程序员的技巧，然后让它去生成。因为像这种 AI 生成工具，如果我上程序员技巧的话，是很容易就把程序写出来的。好，再看看最后还有几条啊。乔布斯技术很烂，他就要圆角，拉着工程师在外面兜了好几天。这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这个就是当一个特别执拗的这个号称有工匠精神的这个产品经理，然后呢把程序员逼死了以后，就会去看到苹果这样的产品出来。这个18版就够了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程序员的自发需求常常让项目无限延期，这个确实是，所以这个叫数学的完备性嘛。不用冒号排序，但是一定要用什么啊？这个我觉得程序员确实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啊，不备份用 boom， 以后啊折腾死，这个是什么东西？也想用18版啊。现在主流操作系统的程序员，很多都是阿3了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在想，乔布斯如果今天还在，会做出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也未必能做出什么产品来。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做出1、2个好产品来。乔布斯这么高产的，其实已经不多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周末愉快，再见。